烧伤男究竟是何方神圣？探究十日公会崛起奥秘。大家好，我是朱二笨。随着海贼王漫画1056话的更新，和之国篇也终于到了尾声。进入最终章前，许多角色也将暂时告别舞台。草帽一伙将以全新姿态冲入最终章，本话也是留下了不少新冒险的线索，我们逐个来看。1056话最具悬念的，即是基德口中那个外号烧伤男的角色，似乎他的身上有关于 One Piece 的情报。在进入最终章之际，突然提到这样一个人物，显然尾田是想要把他当成故事线索，来引出接下来的剧情。罗与基德告别时，丢下了一份路标历史正文的踏本，是和之国的那块。这样的话，草帽海贼团拥有3块路标，如果罗宾和罗分享了情报，那么红线海贼团也有了3块。基德海贼团从甜点匠心手里抢走1块，加上凯多这一块，至少也有了2块。3个海贼团的差距正在缩小。在很早之前的分析里，我们曾经聊到最后到达拉夫德鲁的情况，当时就认为路飞会把拉夫德鲁的信息公开，最后各方势力齐聚最终小岛，追逐 One Piece。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在漫画818话路标设定刚出现时，路飞就对一个人偷偷去拉夫德鲁，神不知鬼不觉的成为海贼王这种事非常不满。显然路飞想要的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登上巅峰，也就意味着他需要赢得最后的战争才能做到。最近几话，尾田一直在铺垫 One Piece 争夺战。如果大秘宝最终吸引来各方势力，那么他们产生碰撞的地方，最有可能是在终点拉夫德鲁，这里会成为最后的舞台。那么回到1056话，这次罗把情报分享给基德，也许就是一个信号。毕竟寻找秘密的人越多，这些秘密也越难保守。拉夫德鲁正在趋向于公开，但基德目前还面临一个难题。他虽然拿到了踏本，却无法解读上面的古代文字。当时猫腹蛇也谈到，世界上对空白100年感兴趣的家伙们，手上都有好几份踏本，但都无法看懂，所以罗宾的学识才这么关键。凯多才会对三眼族感兴趣，但这些人都不可能帮基德去解读。这应该就是基德在听完基拉说的话后，决定要去寻找烧伤男的直接原因。这就让我们猜测其真实身份有了一定范围。这个人要么拥有解读路标的能力，要么曾经到过拉夫德鲁，知道去往终点的线索。带着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烧伤这个元素。海贼王中带有烧伤的角色不少，最容易想到的即是萨博和青雉。前者小时候出海遭遇天龙人的炮击，脸部留下了伤痕；后者因为与赤犬的对决，全身多处烧伤痕迹，并且还断了一条腿。如果把烧伤的含义延伸到烫伤、灼烧之类的，那么人选就更多了。比如当年的太阳海贼团，几乎每个人都有烙印的痕迹。但是以上这些人选都不足以让罗沉默，让罗宾打出问号。罗宾2年间在革命军总部学习，有着很强的情报力。如果烧伤男是萨博或者青雉的外号，他绝不会是一脸懵逼的状态。所以烧伤男最有可能是一名还未正式登场的新角色，用来推动最终章剧情的发展。于是乎，我们就把目光放到了那些到过拉夫德鲁的人当中。罗杰海贼团，罗杰团是800年来唯一到过拉夫德鲁的人。其中部分成员已经在正作中出现，并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双指甲的库洛卡斯是罗杰团船医，江莫蒂群岛的雷利是罗杰团副船长。这2人一个在伟大航路起点，一个在伟大航路终点，虽然位置不同，能力不同，但他们所做的事本质上都是在见证新时代，就像香克斯一样，都在期待罗杰所等的那个人出现。和之国之后，伟大航路接近终点，按照尾田对胜狂魔的性格，也是时候再安排一个罗杰团的船员，像当年雷利一样，再次推动新时代们前进。当时在漫画631话的扉页，我们就曾经见过一个戴斗笠的神秘人在双指甲和库洛卡斯喝酒，画面中只有一个背影，所以我们能提取到的线索主要是斗笠、长发以及竖条纹服饰这3个元素。而这样的斗笠和衣服后来在和之国篇都出现了。和顺从小就戴着一顶同款斗笠，这应该是来自和之国的物品。竖条纹服装我们也在警卫们身上看到了同款。结合这2个细节，我们不能断定斗笠男一定来自和之国，但他到过和之国的可能性相当大。再来看第3个元素，长发。这个如同金毛狮王一样的狂乱发型，在罗杰海贼团中也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对应，斯巴克贾巴。贾巴是罗杰海贼团的3号人物，与罗杰、雷利并称金银铜组合。联姻时，贾巴就是一头长发，一直延伸到腰部，也是贾巴为数不多的造型特点之一。无论从形状还是长度，都与斗笠男非常相似。在玉田的回忆篇中，我们看到了贾巴与雷利并肩战斗的样子，他应该有着不俗的战力，但其实他还有着一个隐藏职业——航海士。在罗杰团集齐4块路标后，手握羽毛笔画出航海图的人即是贾巴。这就证明了贾巴负责罗杰团的航海路线，所以他也是最清楚如何去往拉夫德鲁的人。而雷利其实也有一手绝活，给船只镀膜。镀膜是去往新世界，而贾巴的航海图则可以帮助人们通往终点，2者都可以推动新时代的到来。如果想要得到贾巴的帮助，也许需要获得他的认可。历史正文的踏本就是一个关键物品。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基德海贼团的标志，船长基德除了发型与火焰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海贼旗的标志却有3团火焰，伙伴中的希特也是一名可以喷火的怪人。那么基德海贼团与火焰的渊源是从何而来呢？这团火焰会与烧伤男有关吗？结合目前掌握的线索，贾巴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在双指甲与库洛卡斯叙旧的神秘人。罗杰团解散多年后，身为航海士的3号人物贾巴，由于掌握着去往拉夫德鲁的秘密而被各方势力盯上。为了隐藏自己的行踪，贾巴凭借高超的航海术，常年穿梭在各个海域，也曾来到过和之国，也许是为了确认冥王的情况。后来贾巴遭遇了某种变故，留下了受伤。这场事故中，
蒂德与贾巴结下了某种渊源，就像雷利和小巴的关系一样，雷利遭遇海难，贾巴遭遇火灾。同时，贾巴以烧伤男的身份示人，只有少数人知道烧伤男身上的秘密。但基德早期的踏本之后，也许不一定要完整解读出来，通过烧伤男换取终点的航线也是一种方式。最终与路飞一起前往拉夫德鲁，一起公开这个世界的终极秘密。巴基成为四皇的原因终于在1056话公布，强大的十日公会第一次正式露面。这个组织的名字是由海报上的 Close Guild 翻译而来。Guild 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工会，指的是一种由行业从业者组成的维护该行业利益的组织。它跟工会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工会是指被雇佣的人的联合组织，通常是由工人或者公司职员组成。所以很明显，工会和工会的区别就在于组织上下级的关系不同。之所以这么咬文嚼字，不是为了教大家单词，而是因为这跟我们分析十日工会创建的奥秘有关。将工会的概念套用在十字工会上，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由一群海贼为了维护整个海贼圈的利益而集结起来的组织。当时在1053话的分析里，我们就认为世界会议期间通过了废除玩下七武海的决议，这就让巴基、白垩世、鹰眼、汉库克等几个在任七武海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再也无法借用七武海这个名号作为保护伞，同时还会遭到海军的持续追击。女帝不得不为了保护女儿岛与海军开战，巴基的海贼派遣公司无法经营下去，鹰眼也没办法再安心种地了，海军突然成为了他们的共同敌人，而这也成为了结盟的契机。从1053话宣布巴基成为四皇，再到1056话十字工会的海报公开，巴基明显就是这个组织的老大，也唯有头领才有资格成为皇帝。尾田借路飞和罗之口，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个组织的运作模式。巴基通过某种方式拉拢了鹰眼和克洛克达尔，让他们看起来像是自己的部下。但是和巴基交手过的路飞，包括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这里面有问题。因为以巴基的实力来说，他真的就是一个白痴。而像老沙、鹰眼这么精明的海贼，也不可能不知道巴基的实力。当年巴基在监狱船上刚刚被奉为传奇的时候，几个亲身经历过的人早就心知肚明。所以老沙和鹰眼愿意把 C 位让给巴基，让巴基来成为整个组织的代表，只能是因为他们都看中了巴基身上的过人之处——光环。巴基从顶上战争2次出道，一路上都是顶着前罗家海贼团船员这样的光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贼加入其麾下。这是一种运气，也是一种魅力。尾田就是在把巴基往搞笑巅峰打造。同样能够吸引别人成为同伴的还有路飞，但是在顶上战争中，鹰眼就将这种影响力称为这片大海上最可怕的力量。巧合的是，1054话绿牛也在感叹影响力这种东西不是想要就能拥有的。这时候尾田重提影响力，既可以指因为胜利事件声名大噪的炎帝萨博，也可以指新晋成为四皇的巴基和路飞。这两个海贼世界的大明星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如果说路飞是凭借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巴基则更可能是通过一连串的机遇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分析到这里，十字工会创建的动机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前七武海们有结盟的需求，而巴基刚好拥有能够把人凝聚起来的影响力，只需要再来一个机遇，就能组成史无前例的强大组织。还记得十字工会的其中一个宗旨吗？他们给海军开出悬赏金，通缉海军的人头。悬赏令是一种很神奇的机制，因为它不需要发起人有多么强的战力，只要资金够雄厚，就能吸引全世界的强者为你卖命。而且就算悬赏任务没有完成，影响力也提高了。恰好巴基2年间因为海贼速递业务赚得盆满钵满，无论他有没有得到约翰船长的保障，以他目前的资金，确实能将悬赏令运作起来。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巴基海贼团所在的卡莱巴里岛被海军包围后，巴基原本想要趁着混战开溜，于是故意给海军开出了悬赏，鼓励手下的雇佣兵向海军发起猛攻，没想到因此击退了海军。紧接着因为萨博引发了八国革命，各地陷入战火，海军忙于解决叛乱，巴基的雇佣兵生意又开始红火起来，帮助那些发起革命的国家对抗海军。于是巴基的势力迅速介入各种战争，成为海军的敌人。为了获得更多战力，填补海尔丁等巨人离开后的空缺，巴基速递开始招募。Mr. 水以共同敌人为由，向前七武海们发出邀请，克洛克达尔和鹰眼加入。当然他们有着自己的打算，老沙也许是为了借助这个名号夺取更多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鹰眼则可能是为了能够像以前一样不受拘束的在海上行动，也借用了这个名号。总之工会的雏形有了，这些人各怀鬼胎，依然是各自为战。巴基只是看起来是老大，鹰眼和老沙并不是真正成为了他的部下。十字工会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海贼联盟，继续吸引着那些被海军追杀的海贼加入，发展成一个极为强大的存在。它的标志是2把交叉的长剑，既可以代表海贼的骷髅十字，也可以代表大海各处汇聚而来的战力。而巴基就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也让他成为了四皇。至于其他七武海有没有加入十字工会，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随着这个组织影响力的扩大，千岛七武海齐聚一堂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最终章的顽皮死争夺战应该还能看到他们的活跃。就在1056话，卡里布偷听到了冥王的秘密，更早之前他还得知了海王的秘密。听到这些惊人真相后，卡里布的反应都是要去告诉那个人，这就让人浮想联翩。那个人到底会是谁？在凯多和比格曼都败北后，剩下的有实力竞争顽皮死的人已经不多，除路飞外，四王中的香克斯、黑胡子、巴基都是潜在人选，选项并不多。那么回到卡里布这个角色的特点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卡里布初登场时是一个狠毒的海贼，但从他开始接触到路飞后，就变成了搞笑男。
几次阴谋都是以一种滑稽的方式失败。然后在扉页故事里，卡里布为了保护老奶奶，与百兽海贼团的斯科奇开战，最后又为了保护大家被德雷克抓走。这个故事里，卡里布小小洗白了一下，虽然还算不上好人，但从人设来看，尾田并不打算把他变成坏蛋。毕竟被入化的海贼都会慢慢向上，这种亦正亦邪的角色，既不符合红发海贼团的正义气质，也不符合黑屋子海贼团的绝对邪恶，但是非常契合巴基这种看起来是个坏蛋，但其实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的角色。更有趣的是，卡里布身上还有一些细节也与十字工会投缘。他初登场时身上的衣服就是一个交叉10日的标志，并且对海军欺骗海贼的行为非常厌恶。正好巴基也因为海军贸然废除七武海制度非常愤怒，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同样是外强中干，同样是讨厌海军，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巴基的传奇光环也许早就吸引了卡里布，变成了巴基的小迷弟。而如果卡里布真的把古代兵器的情报告诉了巴基，那么十字工会也就有了一个参与争夺 One Piece 的理由。巴基距离海贼王也越来越近了，说不定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个离谱的结局。最后，我们来聊聊和之国篇的尾声。尾田给这个连载4年多的故事画上了一个逗号。毛皮族双王继续留在和之国辅佐光月家，相信许多小伙伴都想到了。比较意外的是，加洛特被选为了新的国王。加洛特虽然人气很高，实力也有一些，但在我们的印象中，他还是天真无邪的小兔子，与治理国家的君王形象比起来，似乎相差甚远。但他因为和草帽一伙在大海冒险的这段经历，大大开阔了眼界，这是普通毛皮族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也是被猫腹蛇看中的特质。但连犬男和猫腹蛇在回国后也成为了国王，也许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领导毛皮族的人必须有开阔的视野，未来还将带领毛皮族继续完成使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相主是和之国开国的必备力量，那么有朝一日相主再次来到和之国时，毛皮族也会一起到来。加洛特、万达、西西里安这些角色，相信不会缺席最后的大战。顺带一提，毛皮族原先拥有白昼和黑夜2位国王，是因为猫狗不和导致的。在他们和好之后，毛皮族就不再分昼夜国王了，因此又回到了1位国王。小忍在被绿牛吸干后，颜值奇迹般的回到巅峰，他的痊愈也再次证明了绿牛的招式并不会立刻取走对手的性命，至少在这场战斗中他没有下杀手，只是让对手失去战斗能力。那么同样被吸干的雷战、奎因这2个胖子，下一次再出现时的样子就让人非常期待了。小玉成为了一名忍者，这是呼应了当年与艾斯没有完成的约定。当他变成妖艳女忍者时，艾斯就会带他出海。现在这个约定将由路飞继承下去。有意思的是，小玉和小忍都是恶魔果实能力者，小玉的恶魔果实能力也许还会得到更多的开发。神奇的团子果实值得期待。如果算上被他永久收服的给付者们，小玉麾下这群人的实力也小有规模了。新一代百兽之王正在成长，警卫们和阿赫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阿赫被火烧伤这段剧情在漫画中只是简单交代。漫画959话，就在武士们准备出征鬼岛前，霍尔德姆来到简陋镇寻找失窃的粮食。阿赫为了保护村民们，主动提出要给霍尔德姆带路。后来在1011话，小玉遇见大妈时，告诉她简陋镇被霍尔德姆烧毁的事情，直接导致大妈发火，并将佩吉旺干掉。霍尔德姆腰上的狮子可以吐出火焰，应该是他找不到窃贼，一气之下把镇子烧了。阿赫因此受伤。到后来1053话盛大宴会当天，我们看到了阿赫与警卫们依偎在一起的一个小镜头。直到1056话，从警卫们的话里，我们才判断出他们当时是在酒里。虽说不是很重要的剧情，但这故事实在是太碎片了。和之国篇也成为了最近几个大篇章中唯一没有特别感人的爱情故事的篇章。寿喜烧这边终于和桃之助与日和相认，这样古代兵器的秘密以及历史正文的读写之法都可以继续传承下去了。光月家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尾田连续2话都在强调凯多的意志力，他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和之国，这应该会成为鞭策桃之助继续成长的动力。一方面他必须成长为能够替代凯多保护和之国的力量，另一方面他自身隐藏的能够召唤相主的力量依然是个谜团，也许寿喜烧会告诉他原因。桃之助最后发现草木一伙不见时，喊了每个人的名字，并且按照了他们上船的顺序，最后一个是大和，这似乎又是一种暗示。草木一伙有好几次不告而别，但这一次很特殊，只有桃之助、警卫们和大和被落下了。尾田这么安排只有一个原因，下一话要给桃之助和警卫们单独安排一场有画面的送别，毕竟这2人从庞克哈萨德相遇起，可以说是新世界一系列故事的开端，意义非凡。桃之助很可能会变成巨龙，带着大和与警卫们追上草帽一伙，再次类别恩人们，而大和已经下定决心去找路飞他们，像有玉田那样自由的冒险。现在就看路飞要给大和安排什么考验了。就像上一话分析里说的，奶了这么久的大和上船，现在到了最后一步，激动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只想稍稍松一口气，淡淡的期待这一幕的到来。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56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提醒一下大家，本周因为合刊的缘故，大概率不会有漫画，不过本周晚些时候可能会有情报更新，作业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的。那么我们下期见吧。